我重生成了一节雷霆劈交的枯木，别人重生都是被奉为天之骄子，我却被一群老弱病残跪拜当神。就在他们以为我是根废柴枯木，连一只一阶妖兽都打不过时，我却一鞭子抽死了4阶裂地熊。全村人都把我当成了绝世救星，只因为我绑定了林家万股血气，意识像是从万丈深渊中挣扎浮起的溺水者。林渊猛地睁开了眼，没有眼皮，没有瞳孔，他所能看到的是一片360度无死角的昏暗景象，身下是冰冷潮湿的泥土，四周是残垣断壁，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绝望的气息。我是谁？我在哪？纷乱的记忆碎片如潮水般涌来，车祸，刺眼的白光，撕心裂肺的剧痛，然后就是无尽的黑暗与沉寂。他试图动弹，却发现自己毫无肢体可言。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根被死死钉在大地上的木桩，沉重僵硬，毫无生机。树神爷爷，求求您，求求您显灵啊！一个稚嫩带着哭腔的童音将林渊的思绪拉回现实。他低头看去，这才发现自己的身体下方正跪伏着黑压压的一群人，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足有数百人，每个人脸上都刻着深深的恐惧与麻木。他们跪拜的对象似乎正是自己，一截通体焦黑，仿佛被天雷正面轰击过，只剩下不到3丈高的枯木。在人群的最前方，一位白发苍苍、身穿破旧儒袍的老者，正率领着众人一遍遍地叩首，额头早已渗出血迹。林氏先祖在上，祭灵神木在上，我林氏一族遭此大劫，十不存一，今被妖兽围困于祖地，血脉将绝。老朽林正德携林氏最后312口气血叩问，我族气数已尽了吗？老者声泪俱下，悲怆的呼喊在萧瑟的风中回荡。林渊的大脑一片空白。祭灵神木林氏。就在他试图理解这一切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从不远处的密林中传来，大地都为之震颤后，人群瞬间骚动起来，绝望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只见一头体型堪比小山，浑身覆盖着岩石般甲胄的巨熊，正迈着沉重的步伐撞断无数巨树从林中走出。他那双猩红的兽瞳死死盯着跪地的人群，嘴角滴落着腥臭的咸水。是4阶妖兽裂地熊。一个手持断剑的汉子声音发颤，脸上血色尽失。4阶妖兽，那可是相当于人类筑基后期修士的存在，对于这群手无寸铁的凡人而言，无异于天灾降临。裂地熊张开血盆大口无视了那些成年人，目光贪婪地锁定在了一个抱着母亲大腿瑟瑟发抖的小女孩身上。在他看来，幼嫩的血肉总是更加美味。他猛地向前一扑，腥风扑面，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了所有人。不小女孩的母亲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却只能绝望地闭上眼睛。林渊看着这一切，一股源于灵魂深处的本能被触动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变成一棵树，但他无法眼睁睁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面前被吞噬。他想动，想阻止，这个念头一起，一股奇异的力量仿佛从他焦黑的树心深处涌出，嗡，一声轻微的颤鸣。只见在他那焦炭般的树干上一处皲裂的树皮下，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钻出了一点娇嫩的翠绿。那是一根全新的柳条，细嫩的仿佛一触即断，却散发着莹莹的绿光，充满了沛然的生命力。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这根新生的柳条如同一条苏醒的青龙，猛地向外一甩，咻！柳条划破长空，带起一声尖锐的嘶鸣。看似柔弱的枝条上，竟有丝丝缕缕的紫色电弧一闪而逝，快到极致。裂地熊那庞大的身躯尚在半空，甚至没来得及反应，就被这根翠绿的枝条啪的一声结结实实地抽在了腰腹。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血肉横飞的惨状，那根柳条仿佛拥有生命一般，瞬间缠绕住裂地熊。无数肉眼难见的细小根须从柳条上钻出，刺入其坚硬的甲胄后，乌裂地熊发出一声短促而痛苦的悲鸣，庞大的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他全身的精血妖力乃至魂魄都被那根看似纤细的柳条疯狂吞噬。不过3息之间，一头威风凛凛的4阶妖兽就化作了一具干瘪的空壳，砰的一声摔在地上，碎成了漫天粉尘。全场死寂风似乎都停了，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大脑一片空白。而那根肇事的柳条在吸干了裂地熊后，绿意更甚，甚至长长了一截。它在空中优雅地一甩，荡开一圈圈紫色的微光，然后轻柔地垂落下来，悬停在那个被吓傻的小女孩面前，轻轻碰了碰她的额头。一股温暖柔和的生机涌入女孩体内，驱散了她所有的恐惧和寒意。做完这一切，柳条缓缓缩回了焦黑的树干之中。死寂之后，是火山爆发般的狂热。显灵了，树神显灵了！不知是谁第一个喊出声，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情绪。扑通！以大长老林正德为首，林氏312口齐刷刷地对着焦黑的枯木再度叩首。这一次不再是绝望的祈求，而是劫后余生发自肺腑的狂热崇拜。祭灵护佑，祭灵护佑，谢树神救我林氏血脉！山呼海啸般的叩拜声中，林渊的意识却陷入了更大的迷茫。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随着这些人的叩拜，一股股暖流从他们身上升腾而起，涌入自己的树体，滋润着他干涸的灵魂，让他那焦黑的树心又多了一丝绿意。他看着这群奉自己为神明的可怜人，又看了看自己这节枯木逢春的身体，一个荒诞而又清晰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成型：我好像真的成了一棵树，而且还是一棵神树。林渊花了整整3天时间，才勉强接受了自己穿越成树的现实。他不再是那个在蓝星上为了生计奔波的普通社畜，而是一节扎根于异世界土地上的雷击木。至于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记忆的断层让他无从所记，而树底下这群自称林氏的族人也让他弄清了眼下的处境。这里是一片名为青阳界的修仙世界，林氏曾是附近一个还算兴旺的修仙家族，可惜在与世仇王家的争斗中落败，
家园被毁，高手死伤殆尽，只剩下这300多老弱妇孺在族长林正德的带领下逃回了这片被废弃的祖地。而自己这棵树，便是林氏祖上代代祭拜的祭灵。据说他已经在此矗立了1000年，只是不知多少年前就已枯死。没想到在林氏生死存亡之际，竟因雷击而复苏。复苏的真正原因，林渊自己也搞不清楚。或许是那场雷击，或许是自己的灵魂恰好飘来又或许是这群林氏族人绝望的祈愿，唤醒了某种潜藏的力量。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每当林氏族人对他进行虔诚的祭拜时，那种被他理解为信仰之力的温暖能量就会涌入体内，加速他的恢复。3天时间，他焦黑的树干上已经陆陆续续长出了10几根翠绿的柳条，每一根都蕴含着惊人的力量。尤其是那源自雷击的紫霄神雷，对妖邪之物有着天然的克制力。与此同时，吸收了烈地熊的全部精气后，一股庞大的生命能量沉淀在他的树心。这股能量让他有种吃撑了的感觉，迫切的需要将其转化出去。或许可以试试那个。林渊心中一动，他将意识集中在那股生命能量上，按照一种冥冥之中的本能，开始催动凝结。树下的林氏族人正在清理营地，脸上虽然还带着悲戚，但眼中已经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光。祭灵的显化是他们活下去的最大动力。就在这时，有人惊呼起来：“快看，树神爷爷又显灵了！”众人纷纷抬头，只见那焦黑的树干上，一根新生的枝丫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分叉最后在枝丫的顶端缓缓凝聚出一颗拳头大小通体翠绿、散发着氤氲霞光的果实。果实表面甚至有天然的纹路，勾勒出一幅玄奥的图案，让人看一眼就心神宁静。一股难以言喻的清香弥漫开来，仅仅是闻上一口，就让人感觉浑身疲惫一扫而空，精神百倍。这是神果啊！林正德激动的浑身颤抖，老泪纵横。林渊控制着枝条，将这枚果实缓缓递到林正德面前。他能感觉到这枚果实中蕴含着开启人体潜能的奇异力量，他将其命名为启灵果。祭灵大人，这是赐予老朽的吗？林正德声音颤抖。林渊的枝条轻轻摇晃了一下，然后指向了人群中一个约莫15、16岁的少年。那少年名叫林战，是之前在烈地熊爪下幸存的孩童之一，父母都在家族覆灭的战斗中牺牲了，此刻正用一双清澈而坚毅的眼睛充满感激地望着神树。林正德瞬间明白了祭灵的意思，他颤抖着双手接过启灵果，转身走到林战面前，郑重地说道：“林战，这是祭灵大人对你的恩赐，我林氏的未来或许就要落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了，吃下它。”林战看着眼前这枚宛如艺术品的神果，又看了看高大的神树，重重地点了点头。他没有丝毫犹豫，接过果实，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果实入口即化作一股清凉的暖流涌入四肢百骸。下一刻，林战发出一声闷哼，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皮肤表面渗出大量黑色的杂质，散发着恶臭，但他的双眼却越来越亮。嗡，一股奇异的波动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他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之间仿佛多出了一道无形的桥梁。天地间那些游离的光点灵气正疯狂地向他体内涌来。天灵根，这是后天觉醒了天灵根啊！林正德见多识广，失声惊呼。在这个世界，没有灵根就意味着与仙道无缘。林氏逃出来的这300多人里，拥有灵根的不足10指之数，且大多资质平庸。而现在祭灵的一枚果实，竟然硬生生造就出了一位万中无一的天灵根天才，这比秒杀4阶妖兽还要让人震撼。整个林氏族地彻底沸腾了。如果说之前他们对林渊是敬畏和感激，那么现在就是狂热的信仰。看着沸腾的人群，感受着体内涌入的比之前浓郁了数倍的信仰之力，林渊心中了然，守护与恩赐，这或许就是他与这个家族的共生之道。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林渊消耗了大部分烈地熊的能量，又凝结出了9枚启灵果。他没有偏私，而是根据这些天来对族人的观察，挑选了9名心性坚毅、潜力不凡的孩童与少年。林家一夜之间多出了10位拥有灵根的修士苗子。在林正恩的组织下，一个以神树为中心、崭新的林家村落被建立起来，人们开垦荒地，搭建木屋，狩猎低阶妖兽，一切都充满了勃勃生机。林渊则默默地舒展着自己的根须，扎根更深的大地汲取着微薄的养分，同时享受着信仰之力的滋润，默默恢复着力量。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本体正在缓慢地蜕变，那焦黑的死皮之下蕴藏着难以想象的生命力。然而他心中始终有一丝隐忧，他的力量虽然强大，但范围有限。目前他枝条的攻击范围不过方圆100米，一旦敌人从远处攻击或者绕开他的守护范围，那将是灭顶之灾。他无法移动，这是他身为一棵树最致命的弱点。而这片看似平静的祖地，真的能让他们安稳的种田发育下去吗？林渊对此并不乐观，他不知道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平静的日子只持续了短短3个月，这3个月里，林家村落已经初具规模。在林渊的庇护下，族人们不用再担心强大的妖兽侵袭生活，渐渐安定下来。林战等10名觉醒了灵根的少年，在林正德的指导下，开始了最基础的吐纳修炼，进度1日千里，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林渊也过得很惬意，每天晒晒太阳，吸收信仰之力，偶尔催生一些能强身健体的普通果实分给族人。看着自己的树干一天天恢复生机，已经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柳条，形成了一片小小的绿色华盖。他的根须也努力向地底深处蔓延，但进展缓慢。这片土地似乎很贫瘠，灵气稀薄，无法提供足够它成长的养分。这种安宁在一个黄昏被彻底打破，乌嗷凄厉而密集的狼嚎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仿佛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整个林家村落笼罩。嫡系是黑风狼群村落的，哨塔上负责警戒的族人敲响了警钟，声音中充满了惊恐。黑风狼一种2阶妖兽，单独一只并不可怕，但他们向来成群结队，少则数十，多则上百。而此刻从那连绵不绝的嚎叫声判断，狼群的数量恐怕超过了500之数。所有妇孺退到神树之下，护卫队结阵。林正德临危不乱，苍老而有力的声音响彻村落。
数十名青壮年族人手持简陋的武器，迅速在村落外围组成了一道脆弱的防线。林渊的意识也瞬间警惕起来，他看到黑压压的狼群如同潮水一般，从林中涌出一双双幽绿的眼睛，在暮色中闪烁着残忍的光芒。纪灵大人，又要拜托您了。林正德对着神树深深一躬，林渊没有回应，但上百根翠绿的柳条已经无风自动，如同蓄势待发的毒蛇，散发出危险的气息。杀！随着狼王一声令下，狼群发动了冲锋，放箭。稀疏的箭雨射入狼群，却只能带走寥寥数只黑风狼的性命。更多的狼群已经撞上了林氏的防线，惨烈的厮杀瞬间爆发，刀剑入肉声，临死的惨叫声，妖兽的咆哮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血腥的乐章。林氏的护卫队虽然拼死抵抗，但面对数倍于己的妖狼，防线很快就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就在一只黑风狼即将咬断一名族人喉咙的瞬间，林渊出手了，咻数十根柳条如同绿色的闪电，精准无比地刺入那些冲破防线的妖狼体内。紫霄神雷的力量爆发，这些二阶妖兽连悲鸣都来不及发出，就在瞬间被吸成了干尸。然而狼群的数量实在太多了，林渊的攻击范围只有100米，他能护住村落的核心区域，但对于外围的防线却有些鞭长莫及啊！一声惨叫传来，一名护卫队员被3只妖狼扑倒在地，瞬间被撕成了碎片。二狗子同伴目眦欲裂，却被更多的妖狼缠住，自顾不暇。鲜血刺激了狼群的凶性，他们开始变得更加疯狂。一些狡猾的妖狼甚至不再冲击正面，而是试图从侧翼迂回，攻击那些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林渊的眉头，如果他有的话，紧紧皱起。这样下去不行，族人伤亡太大了。他的意识沉入树心，那股沉淀的属于烈地熊的庞大能量还剩余不少。他不再吝惜，疯狂地催动起来。轰！只见神树的华盖猛然扩张，上千根柳条在一瞬间生长出来，遮天蔽日。这些新生的柳条不再是单纯的刺杀，而是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绿色电网，将整个村落笼罩其中。凡是撞上电网的黑风狼尽皆浑身抽搐，被紫色的雷电之力烤成焦炭衣。时间村落外围下起了一场焦狼雨。狼王见状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他知道这个树妖的厉害，继续下去只会徒增伤亡。他当机立断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狼群来得快，退得也快，很快就消失在了密林之中，只留下一地的尸体和满目疮痍。战斗结束了，林氏族人爆发出劫后余生的欢呼，但很快欢呼声就变成了悲泣。这一战他们虽然胜了，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护卫队战死13人，重伤20余人，几乎人人带伤。林正德看着族人的尸体，老眼中满是悲痛。他走到一具被烧焦的巨大狼尸前，这是那头指挥狼群的狼王，是被林渊重点照顾，用一根主枝条洞穿的。他蹲下身，似乎在检查着什么，脸色忽然一变。大长老怎么了？一名族人问道。林正德没有说话，而是从狼王焦黑的皮毛之下费力地拔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枚巴掌大小的金属令牌，非金非铁，入手冰凉。令牌在雷击下已经有些变形，但上面那个深刻的篆字却依旧清晰可辨。王。看到这个字，在场所有林氏族人的脸色都瞬间变得惨白，一股彻骨的寒意从心底升起。王家，是王家，那个将他们赶尽杀绝，毁掉他们家园的世仇。受潮不是天灾。林正德握紧了令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恨意与后怕。是人祸，他们本以为逃到这片祖地就能暂时偏安一隅，舔舐伤口，却没想到王家的屠刀已经以另一种方式悄无声息地跟了过来。驱使受潮是想让他们在绝望中被妖兽一点点耗死，好狠毒的手段。林渊看着那枚令牌，心中那丝隐忧终于变成了现实。这场生存游戏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种田打怪，背后一直有一双淬毒的眼睛在盯着他们，而现在这双眼睛的主人似乎不打算再隐藏了。黎明时分，当林氏族人还沉浸在悲痛与仇恨之中时，村落外一队人马悄然出现，为首的是一个锦衣华服的青年，约莫20出头，面容俊朗，但眉宇间却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倨傲与阴翳。他跨坐在一头神俊的赤色妖虎背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个简陋的村庄，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他身后跟着数十名气息彪悍的修士，每个人都身穿统一的制式铠甲，上面同样刻着一个王字少主。看来昨晚的狼群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一名管家模样的中年人恭敬地说道。一群苟延残喘的蝼蚁罢了。青年不屑地哼了一声，若不是父亲大人非要谨慎行事，想用兽潮将他们慢慢磨死，我早就带人踏平这里了。这青年正是王家少主王腾。林正德带领着族中还能站立的男丁手持武器走到了村口，与王家众人遥遥对峙。王腾，果然是你们王家搞的鬼。厉林正德看到来人，双目赤红，厉声喝道：“呵呵，林老头，别来无恙啊！”王腾仿佛没看到他眼中的仇恨，懒洋洋地打了个招呼：“怎么对本少主送你们的礼物还满意吗？黑风狼的滋味如何？无耻小儿，我林氏与你王家势不两立！”一名林氏汉子怒吼道：“势不力量！”王腾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夸张地大笑起来：“你们也配？一群丧家之犬，有什么资格与我王家谈势不力量？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他收起笑容，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交出你们林家祖传的那件东西，然后自废修为，滚出这片山脉，我或许可以大发慈悲，留你们一条狗命。你休想！”林正德断然拒绝。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王腾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也罢，本来还想省点力气，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他一拍腰间的储物袋，一道乌光飞出落在他手中，那是一件造型奇特的法器，由不知名的兽骨打磨而成，上面刻满了诡异的符文，散发着阵阵阴冷邪恶的气息。正是这件法器能够控制和驱使妖兽。我承认你们这棵破树是有点古怪。王腾的目光转向村落中心的林渊，眼神中带着一丝火热，能秒杀4阶裂地熊，还能抵挡住500狼群的冲锋，想必已经生出了些许灵智，算是一只不错的树妖了。可惜他终究是个死物，动弹不得。
他高高举起手中的兽骨法器，狞笑道：“今天我就让你们亲眼看看，你们所倚仗的树神是如何被我降服，成为我王家的护山灵兽的。”说罢，他口中念念有词，将灵力疯狂注入兽骨法器之中。嗡！法器发出一声刺耳的嗡鸣，一道道黑色的波纹扩散开来。奥斯，四面八方的密林中再次响起了妖兽的咆哮，而且比昨晚更加狂暴，更加密集。这一次，不只是黑风狼，还有嗜血的妖蝠、坚硬的石甲鳄、剧毒的斑斓蛇，成百上千的妖兽仿佛收到了帝王的号令，从巢穴中涌出，汇聚成一股毁灭的洪流，向着林家村落包围而来。王腾驱使的是这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的妖兽。林氏族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真正的绝望。昨晚的狼群已经让他们死伤惨重，如今这规模扩大了10倍不止的兽潮，他们要如何抵挡？树妖，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王腾的声音如同魔鬼的低语，臣服于我，或者看着你想要保护的这些蝼蚁被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他要的不仅仅是胜利，更是诛心。他要彻底摧毁林氏族人的信仰和希望。林渊看着这一切，心中没有愤怒，只有一片冰冷的杀意。这个王腾触及了他的底线，他不仅要杀人，还要奴役自己，真是不知死活。林渊的千百根柳条在这一刻齐齐指向了天空，一股无形的恐怖威压开始在他身上凝聚。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个大的，冥顽不灵。见神树毫无臣服的表示，王腾的耐心终于耗尽，他眼中凶光一闪，手中的兽骨法器猛地向前一指，给我踏平这里！吼万兽咆哮声浪几乎要掀翻整个山谷，由上百种妖兽组成的混合大军如同决堤的洪水，向着小小的林家村落发起了毁灭性的冲锋。大地在颤抖，天空在悲鸣。林氏族人面对这末日般的景象，许多人已经吓得瘫软在地面无人色，结阵死守。林正德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怒吼，试图唤醒族人的斗志，但他的声音在这兽潮的咆哮中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林渊动了，他没有像之前那样用柳条编织成电网那种防御方式，消耗太大，而且不够高效。这一次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不是来自天空，而是来自林渊的树干之内，仿佛有一座火山在他体内苏醒。下一刻，上千根翠绿的柳条之上紫光大盛，不再是之前那种细微的电弧，那上千根柳条就像是世界上最高效最恐怖的杀戮机器，不知疲倦地进行着覆盖式打击，每一击都带走数十上百头妖兽的性命。兽潮的冲锋之势硬生生被遏制在了村落100米之外，再也无法寸进。妖兽虽然凶悍，但并非没有智慧，面对这种一边倒的屠杀，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法器的控制，一些低阶妖兽开始出现混乱，甚至掉头逃窜。废物，一群废物！王腾气急败坏的怒吼，他疯狂地催动兽骨法器，试图强行控制住溃散的兽群。然而就在他心神激荡之时，一道比其他所有柳条都要粗壮、闪烁着刺目紫光的主枝，如同瞬移一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面前。那枝条的顶端雷光汇聚成一点寒芒，直指他的眉心。一股死亡的危机感瞬间笼罩了王腾的全身，让他浑身的汗毛都倒竖了起来。少主小心！他身后的管家惊呼一声，猛地扑上前来，祭出一面古朴的青铜盾牌挡在了王腾身前。当雷霆之条点在盾牌之上，发出一声金铁交鸣的巨响，那面看起来坚不可摧的玄阶法宝盾牌在紫霄神雷面前，却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被洞穿出一个小孔，继而裂纹遍布，轰然碎裂。管家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如遭雷击倒飞出去，胸口出现一个焦黑的血洞，已然是活不成了。雷霆之条于是不减擦着王腾的脸颊划过，在他脸上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焦黑伤痕。王腾捂着脸，感受着那火辣辣的剧痛和死亡的寒意，终于怕了。他引以为傲的家世修为法器，在这棵神秘的古树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撤，快撤！他惊恐的尖叫一声，调转虎头，连滚带爬的向着来路逃去。王家的修士们也早已被吓破了胆，见少主都跑了，哪里还敢停留？纷纷作鸟兽散，狼狈逃窜。林渊并没有追击，不是不想，而是不能。那根攻击王腾的枝条已经是他在目前状态下所能延伸出去的极限距离了。王家的攻势虽然被击溃，但林渊心中却没有丝毫喜悦。这一战固然展现了他强大的力量，但也彻底暴露了他无法移动的致命弱点。只要敌人不进入他的攻击范围，他就奈何不了对方，而对方却可以从远处用各种方法来对付他，比如用火攻，或者用更强大的阵法。王家这次虽然惨败，但绝不可能善罢甘休，下一次他们必然会带着更具针对性的手段卷土重来，必须尽快变强，必须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林渊的意识沉入地底，他能模糊地感觉到在地下极深极深的地方，似乎有一股微弱但精纯的能量波动，那股波动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如果能将根须扎到那里去。战后，林正德来到树下恭敬的叩拜，谢祭林大人再次护我全族。林渊无法言语，只能控制着一根柳条，在地面上缓缓画出了一个向下不断盘旋的螺旋图案，并在图案的尽头点上了一点微光。林正德看着这个图案，先是疑惑，随即若有所思。他常年处理家族事务，心思缜密，很快便领会了林渊的意思。祭林大人是想告诉他地底深处有东西。老朽明白了。林正德眼神一凛，重重地点了点头。请祭林大人放心，无论地底有什么，我林氏就算挖地3000尺，也一定为大人取来。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地下竞赛就此拉开序幕。一场声势浩大的地下工程在林家村落全面展开。在林正德的亲自指挥下，所有青壮年族人，甚至是那些半大的孩子，都拿起了工具。他们没有专业的挖掘法器，只能用最原始的锄头铁锹，一点点地向着林渊指示的方位挖掘。这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地下的土石远比想象的要坚硬，挖了数米深后就变成了坚硬的岩层。族人们的双手很快就磨出了血泡，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他们都明白这是祭林大人的神谕，是关乎整个家族未来的头等大事。林渊也尽其所能的提供帮助，他催生出一些蕴含生机的果实，为族人们恢复体力和治疗伤势。他的根须也在努力的向下渗透，用自身的力量疏松土壤，为族人们指引着最正确的方向。人与树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这场疯狂的挖掘持续了整整半个月。当挖掘深度超过
过100丈之时，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窒息般的压力，但林正德依旧咬牙坚持，他坚信纪灵的指引不会错。终于在第17天的夜里，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声，一名族人手中的铁镐仿佛凿穿了什么，下一刻，一股比外界浓郁了10倍不止的精纯灵气如同井喷一般，从那个小小的缺口中狂涌而出，哇哇到了是灵气，好浓郁的灵气！那民族人激动得语无伦次，整个地道内瞬间被乳白色的灵雾填满，所有人只是深吸一口气，就感觉浑身舒泰，修为都有了一丝精进。是灵脉，地底有一条灵脉。林正德冲到缺口前，感受着那精纯的能量，激动得热泪盈眶。难怪这片祖地如此贫瘠，原来所有的灵气都被束缚在了地底深处。他立刻下令所有人撤出地道，然后恭敬地来到树下，向林渊禀报了这个好消息。林渊早已感知到了一切，在那缺口被凿开的瞬间，他就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饥饿感。他不再等待，一条比成人大腿还粗的主根如同苏醒的巨蟒，沿着族人挖出的地道轰隆隆地向着地底深处探去。主根轻易地刺穿了最后的岩层，准确无误地扎进了那条微型灵脉的核心。轰！一股磅礴浩瀚的灵气洪流顺着根须疯狂地涌入林渊的体内。那一瞬间，林渊感觉自己仿佛一个在沙漠中行走了数月的旅人，一头扎进了清凉甘甜的湖泊之中，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都在雀跃他的身体，开始了翻天覆地的蜕变。地面之上，林氏族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神迹，只见他们赖以为生的神树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生长。原本只有3丈高的焦黑树干节节攀升，转眼间就突破了10丈、20丈、50丈。焦黑的死皮纷纷脱落，露出底下宛如翡翠碧玉般的新生树皮。树皮之上天然流转着玄奥的纹路，仿佛蕴含着天地之理。原本只有一片小小华盖的树冠，更是向着四面八方疯狂扩张，遮天蔽日。无数翠绿的柳条垂落而下，如同一道道绿色的瀑布，每一根柳条上都萦绕着淡淡的雷光与氤氲的灵雾。短短1个时辰，林渊就从一节不起眼的雷击木蜕变成了一棵高达100丈树冠覆盖方圆数里的参天巨木。它的根须更是如同蛛网一般，将整座山头的地底都牢牢占据。它的力量，它的感知，它的攻击范围都得到了10倍以上的增长。如今的它已经可以被称为一棵真正的巨灵树，它自身的存在就能将方圆10里的灵气都汇聚而来，将这片贫瘠的祖地改造成一处修炼圣地神迹。这才是真正的神迹啊！所有林氏族人都虔诚地跪倒在地，对着这棵宛如神明化身的巨树顶礼膜拜。蜕变完成之后，林渊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树心中那股来自裂地熊的能量和新吸收的灵脉之力，正在酝酿着更高级的果实。他心念一动，树冠之上一片片巴掌大小的树叶缓缓飘落。这些树叶与普通的柳叶不同，它们晶莹剔透，如同玉石雕琢而成，叶片之上天然烙印着一道道繁复而玄奥的纹路。这是道纹叶。林正德捡起一片，只看了一眼就感觉心神俱震，仿佛看到了一部无上功法的开篇。他立刻明白，这是纪灵大人在赐予他们功法，观摩这些道纹叶就可以领悟属于自己的神通。林家没有高级功法的窘境就此被解决。做完这一切，林渊的目光再次投向了那个名叫林战的少年。在这次蜕变中，林战是除了他之外获益最大的人。身为天灵根又身处灵气井喷的中心，林战的修为在这半个月里突飞猛进，已经隐隐有突破到炼气中期的迹象。林渊很看好这个心性坚毅的少年，他需要培养出属于自己的真正强大的守护者。他调动体内最精纯的雷霆本源与生命能量，在自己的主干上开始凝聚一枚独一无二的果实。那枚果实不再是翠绿色，而是呈现出一种尊贵的紫金色，表面电弧跳跃，仿佛其中孕育着一头雷龙。当这枚雷灵果成熟脱落，精准地飞到林战面前时，所有人都知道林家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强者即将诞生。而林渊在完成这一切后，将意识沉入更深的地底。他发现那条被他吸干的微型灵脉之下，似乎还连接着更广阔、更深邃的脉络。他的野心开始滋长，一条灵脉可以让他成长到如此地步。那如果是9条呢？如果是传说中的龙脉呢？随着林渊蜕变为巨灵树，林家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整片祖地都被浓郁的灵气笼罩，变成了一处名副其实的洞天福地。族人们哪怕只是在这里呼吸，都能感觉体质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林战在吞服了雷灵果后，毫无悬念地觉醒了传说中的紫霄雷体，修为1日千里，短短数月就突破到了炼气后期，成了族中年轻一代当之无愧的领袖和最强战力。其他族人则日夜观摩从天而降的道纹叶，各自领悟了或多或少的功法神通。一时间，整个林家村落都沉浸在一种狂热的修炼氛围之中。林渊则默默地巩固着自己的力量，将根须网络不断向外扩张，牢牢掌控着方圆10里的每一寸土地。然而实力越强，林渊心中的疑惑也越深，自己这棵树的来历绝对不简单，普通的雷击木不可能有如此神隐，它和林氏一族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冥冥之中的联系，那种信仰之力，感觉更像是一种同源的血脉共鸣。这个谜团不只是困扰着他，同样也困扰着林家的大长老林正德。作为家族的智者和史官，林正德在安顿好族人后，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整理那些从故地抢救出来的残破古籍上。这些古籍在家族的数次迁徙和战火中早已破损不堪，实不存一。但林正德相信家族的根源一定隐藏在这些泛黄的纸页之中。他将所有残卷、孤本、手札都收集起来，日夜不休地进行着辨认、修复和解读。这是一个枯燥而繁琐的工作，大部分内容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族谱账目和一些浅显的修炼心得。直到某一天，他在一卷被战火烧掉了大半的兽皮手札中，发现了一段令他心神俱震的记载。那手札的材质极为古老，上面的文字也并非如今通用的篆字，而是一种更加古朴、接近于图画的象形文字。林正德辨认了许久，才勉强解读出其中的意思：天外神种降于东荒，其名曰剑木，可通天地。无族先祖有幸伴神种而生木其神辉，得其血脉立下万古血气。林氏之血不绝于世，剑木之灵永护无族。然天道不仁，神木蒙尘陷入沉寂，唯有后世子孙以血脉为引，以精魂为祭方，可于寂灭之中唤神归来。血脉唤神其法曰：
记载到这里戛然而止，手札的后半部分已经被彻底烧毁，不知所踪。但仅仅是这短短的几句话，已经让林正德如遭雷击，呆立当场。剑木传说中连接人界与天界的通天神术，自己的祭灵竟然是传说中剑木的神种，而林氏一族并非什么普通的修仙家族，而是伴随神种而生的守护者一族。他们血脉中流淌的是沐浴了神辉的远古之力。所谓的祭灵不是他们供奉的神，而是与他们签下了万古血契的共生伙伴。难怪祭灵大人会对林氏血脉有如此特殊的感应，难怪林氏的祈愿能将陷入沉寂的神木唤醒。这并非偶然，更不是什么巧合，而是铭刻在血脉最深处的宿命。林正德颤抖着捧着兽皮手札，抬头望向窗外那棵已经遮天蔽日的参天巨木，眼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狂热。他终于明白了林家与祭灵的关系远比他想象的更古老、更深刻、更神圣。他们不是被神明庇护的凡人，他们本身就是神明的一部分血脉。幻神，他喃喃自语，眼中闪烁着明灭不定的光芒。幻神之法虽然残缺，但却指明了方向，以血脉为引，以精魂为祭。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王家的威胁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林家的头顶。虽然祭灵大人如今实力大增，但无法移动的弱点依旧存在。谁也不知道王家下一次会带来怎样恐怖的手段。或许这残缺的幻神之法将是他们林家最后的，也是最强的底牌。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卷兽皮手札贴身收好，然后快步走出房间，向着神树的方向深深地拜了下去。这一次他的叩拜中少了几分祈求，多了几分家人般的虔信与决然。林渊感知到了林正德情绪的剧烈波动，却不知其所以然。他只是隐隐觉得这个睿智的老人似乎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或许很快就将派上用场。王家的报复比林渊想象中来得更快也更猛烈。半个月后，当林家还沉浸在实力飞速提升的喜悦中时，一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从天而降。这一次来的不再是王腾那个不成器的少主，而是王家的定海神针家主王霸天。王霸天悬浮在半空之中，他身材魁梧，面容冷峻，一双鹰隼般的眸子中充满了森然的杀机。在他的身后是王家倾巢而出的上百名精锐修士，每一位都至少是炼器后期的修为，其中甚至有数名筑基期的长老。如此阵仗足以轻易踏平一个中型宗门。林正德，滚出来受死！王霸天的声音如同滚滚天雷，在整个山谷中回荡，震得人耳膜生疼。林正德脸色凝重地带领着林战等一众已经出具战力的族人，走到了村口。王霸天，你当真要与我林氏不死不休吗？林正德沉声喝道。不死不休！王霸天发出一声冷笑，眼神中充满了猫戏老鼠般的残忍。你们也配？今天我不仅要让你们林氏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还要让你们亲眼看着你们所倚仗的神术是如何成为我王家的囊中之物。他的目光越过人群，死死地锁定在了那棵参天巨木之上，眼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贪婪与狂热。上次是我而无知，竟将你当成了普通的树妖。王霸天缓缓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莫名的兴奋。但我回去查阅了家族最古老的秘卷后，才终于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他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世界树之种，传说中能够成长为一方宇宙根基的无上神物。此言一出，不仅林正德等人心神俱震，就连林渊的意识也掀起了滔天巨浪。世界树之种这个名号比剑木更加震撼，也更加接近他对自己本体的猜测。王家竟然知道这个秘密，哈哈哈！很惊讶吗？看着林正德等人震惊的表情，王霸天得意地大笑起来。我王家先祖曾追随过一位上古大能，那份秘卷正是那位大能留下的，上面记载了在这片东荒的某个角落沉睡着一枚世界树之种，而唤醒他的钥匙就是一场天雷以及守护者一族的血脉。他指着林氏众人狞笑道，你们林家根本不是什么修仙家族，你们只是世世代代看守神种的钥匙罢了，而我王家追寻了上千年，等的就是今天，等他被雷击唤醒的这一天。真相在这一刻被彻底揭开，王家追寻的从来就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仙缘，也不是这片贫瘠的土地，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林渊的本体。现在这枚神种归我王家了。王霸天眼中闪过一丝疯狂，他双手结印，身后数名筑基长老同时将灵力灌输到他体内。他祭出了那件被林渊击伤的兽骨法器，但这一次法器之上光芒万丈，一股比之前强大了100倍不止的邪恶气息冲天而起。我王家耗费千年以10万妖魂祭炼此宝位的就是今天。百兽炼魂大阵起，随着王霸天一声怒吼，兽骨法器化作一道黑光，冲上云霄，瞬间化作一个覆盖了方圆数十里的巨大黑色漩涡。漩涡之中无数狰狞的兽魂在咆哮，在嘶吼，他们不是实体，而是纯粹的愿力与灵魂的集合体，每一头都散发着堪比筑基修士的恐怖气息，成千上万的兽魂组成了一座遮天蔽日的恐怖大阵。这才是王家真正的底蕴，这才是他们为世界树之种准备的囚笼。树妖，你的雷法虽然霸道，但对纯粹的灵魂攻击又有几分效果呢？王霸天立于大阵中心，如同掌控万魂的魔神。今天我就要将你的灵智彻底抹去，将这具完美的躯壳炼成我王家的镇族神器。话音落下，百兽炼魂大阵轰然运转，无穷无尽的兽魂带着刺耳的尖啸，如同黑色的暴龙，朝着林渊的本体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一场关乎神物归属的终极之战正式打响。百兽炼魂大阵的恐怖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那些由愿力凝聚的兽魂无视了物理防御，直接穿透了林渊的枝叶华盖，疯狂地冲击着他的树干本体。每一次冲击都像是一柄无形的重锤，狠狠地砸在林渊的灵魂之上。嗡！林渊的百丈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翠绿的树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黄，仿佛生命力正在被飞速地抽走。他引以为傲的紫霄神雷对这些纯粹的灵魂体虽然有克制效果，但架不住对方数量实在太多了，成千上万的兽魂前赴后继，悍不畏死。每一次雷霆的爆发都会消耗他大量的本源力量。此消彼长之下，他体表的护体灵光正在被飞速的消磨侵蚀。哈哈哈，没用
动的，在10万妖魂的愿力面前，你的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王霸天狂笑不止，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神树的气息正在飞速衰弱，胜利似乎已是囊中之物。地面上灵氏族人也陷入了苦战，大阵的余波化作一道道阴风席卷着村落，一些修为较低的族人只是被阴风刮中就感觉头痛欲裂，灵魂仿佛要被撕裂一般，更有一些兽魂绕过了灵渊的本体，直接扑向了灵氏族人结阵。守护族人灵战手持一柄雷光闪烁的长枪，一马当先。他如今已是筑基初期的修为，紫霄雷体大成，每一次挥枪都能引动天雷，将扑来的兽魂炸成碎片。然而他一个人又能挡住多少？噗！一名灵氏护卫为了保护身后的孩童，被3只兽魂穿体而过，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眼神中的光芒迅速暗淡下去，变成了一具失去灵魂的空壳。不，惨剧在村落的各个角落不断上演。林氏一族在王家这准备了1000年的杀招面前显得如此脆弱，绝望再度笼罩了这片刚刚看到希望的土地。林渊看着族人一个个倒下，感受着自己本体的灵智正在被疯狂侵蚀，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愤怒涌上心头。他不能输，一旦他被抹去灵智，这300多条与他休戚与共的生命将无一幸免。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长老林正德那苍老而决然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战场。林氏所有族人听令他站在神树之下，手中捧着那卷古老的兽皮手札。我族与祭灵本为一体，血脉相连，生死与共。今日我族遭此大劫，唯有以血换神。说罢，他没有丝毫犹豫，拔出一柄匕首，狠狠地划破了自己的掌心，将鲜血淋漓的手掌重重地按在了灵渊那巨大的树干之上。我林氏第13代族长林正德愿以残躯之血换我族之神，以血换神。林战见状，毫不犹豫地逼退身前的兽魂，同样划破手掌按在了树干之上。林氏第37代弟子林战愿以一身精血勾引我神归来，以血换神，以血换神。一个又一个的林氏族人，无论是还能战斗的护卫，还是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在这一刻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们划破自己的手掌，将自己那蕴含着远古力量的血脉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们的祭灵。312道血脉，312份精魂，在这一刻通过那古老的血气汇聚成一股前所未有的磅礴洪流，疯狂地涌入了林渊的体内。轰！林渊的意识在这一刻仿佛被投入了一座滚烫的熔炉，无数的记忆碎片，无数的画面在他脑海中炸开。那是林氏先祖与剑木神种相伴的画面，是他们立下血气的誓言，是千百年来林氏一族无论如何颠沛流离，都未曾忘记祭拜这棵枯木的执着。他终于彻底明白了，他与林家从来都不是什么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他们是共生体。林氏的血脉是他的根，林氏的灵魂是他的养分，而他则是林氏血脉与灵魂的延伸，是他们力量的具现化。所谓的信仰之力，根本不是信仰，而是血脉共鸣产生的本源神力。原来是这样，一股前所未有的明悟涌上林渊的心头，他不再被动地吸收这股力量，而是主动地贪婪地与这股力量彻底融为一体。嗡！一股比之前王霸天出场时还要恐怖100倍的威压，以林渊为中心轰然爆发，整座山脉整个天空都在这股威压之下剧烈地颤抖起来。正在狂笑的王霸天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感觉到一股让他灵魂都在战栗的恐怖气息正在那棵神树的体内疯狂苏醒。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还有力量反抗？他话音未落，只见那棵原本已经枯黄的巨树在一瞬间爆发出亿万道翠绿的神光，枯黄的树叶在神光中化为飞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苍翠、更加巨大的新生枝叶。它的树干在一阵阵咔嚓的爆响中再度拔高变粗，转眼间就突破了500丈、1000丈。树身之上不再是光滑的玉石树皮，而是出现了一片片宛如龙鳞般的古老甲胄。它的树冠更是化作了一顶覆盖了方圆100里的巨大华盖，华盖之上雷霆奔走，风云汇聚。这一刻，它不再是巨灵树，它完成了晋升蜕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古树。这是什么怪物？半空之中，王霸天看着那棵在短短数息之间就暴长到1000丈之巨，通体覆盖着龙鳞甲胄，散发着洪荒古神般气息的恐怖巨树，肝胆俱裂。他能感觉到对方的气息已经完全超越了筑基的范畴，达到了一种他无法理解、无法揣度的境界。那已经不是精怪，而是真正的生命。逃！这是王霸天脑海中唯一的念头。他想也不想就要收回百兽炼魂大阵，转身逃遁。然而已经晚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个宏大而冰冷的声音直接在王霸天和所有王家修士的脑海中响起：你们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这是林渊的声音。在与林氏血脉彻底融合后，他终于拥有了神念传音的能力。话音落下的瞬间，晋升为战争古树的林渊发动了反击。只见他那遮天蔽日的树冠之上，成千上万根比之前粗壮了10倍不止的枝条，如同神明的秩序神链，猛地向着天空中的百兽炼魂大阵抽取。这些枝条之上，不再仅仅是紫霄神雷，更缠绕上了一层厚重的宛如实质的翠绿色神光。那是生命本源与血脉神力结合的体现。轰隆隆，神链入阵，如热刀切黄油。那些之前还凶悍无比、让林渊束手无策的兽魂，在接触到这秩序神链的瞬间，就如同冰雪消融，连一声哀嚎都发不出，就瞬间被净化蒸发。神链所过之处，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仅仅一击，那由10万妖魂组成的百兽炼魂大阵就被撕开了一道贯穿天际的巨大口子。不，我的万魂幡！王霸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心神与法宝相连，大阵被迫他当即喷出一大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下去。林渊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又是一记横扫轰，整个百兽炼魂大阵连同其核心那件兽骨法器万魂幡被数千根秩序神链凌空抽爆，天空中的黑色漩涡轰然炸裂，化作漫天精纯的灵魂能量，如同下起了一场甘霖，被林渊的树冠尽数吸收。10万妖魂的能量在这一刻尽数成了他的补品。噗！王霸天再度喷血，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从半空中跌落。他身后的那些王家修士更是凄惨，
在大阵破碎的能量冲击下，修为稍弱的当场就魂飞魄散，生死道消；侥幸活下来的也都身受重伤，惊恐万状的四散奔逃。林渊的目光冰冷地锁定了罪魁祸首王霸天，他没有丝毫怜悯，一根最粗壮的宛如天神之矛的枝条从万丈高空猛地刺下，瞬息而至。不，饶命！我愿臣服，我王家愿世代为奴。王霸天感受着那股无法抗拒的死亡气息，终于放下了所有的尊严，惊恐的求饶。回答他的是那根洞穿一切的雷霆神矛。噗嗤，神矛轻易地贯穿了王霸天的护体罡气，从他的天灵盖刺入，自下阴穿出，将他整个人连同他那颗不甘恐惧的头颅死死地定在了王家来时方向的山门巨石之上。王霸天体内的精血灵力神魂被神矛疯狂地吞噬，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最终只剩下了一张扭曲的人皮挂在山门上随风飘荡。一代枭雄王家家主就此形神俱灭，林渊的枝条甚至将那些逃窜的王家长老也一一追上，洞穿吸干，一个不留。做完这一切，那根钉死了王霸天的神矛才缓缓收回，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林氏族人呆呆地看着这毁天灭地、宛如神罚的一幕，久久无法言语。他们的祭灵，他们的神，在他们的血脉浇灌下展现出了真正的神威。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局已定之时，异变陡生，那枚被抽爆的万魂幡碎片中，一股比之前王霸天邪恶怨毒古老了千百倍的黑气猛地爆发出来。那黑气在空中一阵扭曲，迅速凝聚成一个模糊、虚幻但却散发着滔天魔威的人形轮廓。结，等了3000年，终于等到你成熟了。一个沙哑怨毒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声音在天地间响起。王家这群废物总算还有点用处，用自己的血肉和10万妖魂为你献上了最后一次施肥。现在这具完美的道体该由本座来接收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那道由黑气凝聚而成的虚幻人影虽然看不清面容，但其散发出的那股古老而邪恶的气息，却让在场所有人的灵魂都为之战栗。那是一种凌驾于众生之上的源自生命层次的绝对压制。就连刚刚晋升为战争古树威势滔天的林渊，也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威胁。你是谁？林渊宏大的神念之音在天地间回荡。结，我是谁？黑影发出一阵刺耳的难听笑声。你可以称呼我为黑魂老祖，当然这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代号，重要的是小树苗，你得感谢我，感谢你。当然，黑魂老祖的声音充满了戏谑，若不是本座3000年前将一缕残魂寄生于王家先祖得到的这件破烂法器之中，一步步引导他们，给他们功法，给他们野心，让他们为你寻找养料，你这棵世界树之种恐怕到现在还是一颗无人问津的死种。天雷是你引来的，受潮是你策划的，王家的野心也是你煽动的。林渊的意识飞速运转，瞬间将所有的线索都串联了起来。聪明，黑魂老祖赞许道，王家不过是本座圈养的一群猪狗，是用来为你这颗神种施肥的园丁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在追寻长生，追寻家族的荣耀，却不知他们的一切都只是在为本座的重生做嫁衣。从天雷劈中你唤醒你的那一刻起，你的一切成长就都在本座的注视之下。裂地熊是开胃小菜，黑风狼群是餐后甜点，这百兽炼魂大阵则是本座为你准备的最后一道大餐。只有将你喂饱催熟，长成如今这般完美的战争道体，才配得上成为本座的新身体啊！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王家处心积虑谋划千年，自以为是猎人，却没想到他们从始至终都只是被黄雀利用的蝉。而林渊这只刚刚成长起来的螳螂，在解决了蝉之后，才发现真正的猎人一直隐藏在最黑暗的角落，等待着收割一切。这黑魂老祖才是这一切背后真正的幕后黑手。他的目的不是要降服林渊，不是要奴役他，而是要夺舍他，要抹去林渊的意识，占据这具由世界树之种成长而来的潜力无穷的完美道体，完成自己的重生。好深沉的算计，好恶毒的用心。林渊的声音冰冷下来，蛰伏3000年，只为一朝夺舍。看来你生前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那是自然。黑魂老祖傲然道，本座纵横青阳界的时代，你们这些所谓的修仙家族连提鞋都不配。若不是当年渡劫失败，肉身被毁，只剩一缕残魂，又岂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不过一切都值了。他的声音再度变得狂热，只要夺了你这具世界树道体，本座不仅能重活一世，更能打破这方天地的桎梏，问鼎那无上仙道未来。本座将以你为根基，成长为真正的宇宙之主小树苗。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乖乖的献出你的灵魂吧。话音未落，那道虚幻的黑影猛地化作一道纯粹的黑色流光，无视了林渊所有的枝条防御，以一种超越了空间的速度直接冲向了林渊那千丈树干的核心。他要攻击的是林渊的意识本源，这是一场无法借助外力的最原始最凶险的灵魂之战，胜者拥有一切，败者万劫不复。黑魂老祖的夺舍如同一柄淬毒的尖刀，直刺林渊的要害。嗡！林渊的意识空间内掀起了滔天巨浪，他的世界原本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翠绿色，中央是他那源自蓝星的散发着淡淡蓝光的人类灵魂核心，而此刻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如同墨汁滴入清水，疯狂地侵染着这片绿色世界。黑魂老祖那庞大邪恶、充满了怨毒与杀戮的灵魂体，在他的意识空间中显化出来，化作一个顶天立地的黑色魔神，狞笑着伸出巨手，抓向林渊那渺小的蓝色灵魂，一个连元神都未凝聚的凡人，灵魂真是弱小的可怜。黑魂老祖不屑地笑道：“就凭你也配执掌世界树？给我碎！”灵魂层面的交锋凶险万分，林渊感觉自己的意识仿佛被万千钢针穿刺，剧痛无比，思维都开始变得迟钝。黑魂老祖的灵魂实在太庞大了，那是他数千年修为和无数杀戮凝聚而成的，充满了侵略性和毁灭性。相比之下，林渊的灵魂虽然因为穿越而变得坚韧，但在体量上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守住本心，祭灵大人！就在林渊的意识即将被黑暗吞噬的瞬间，一股股温暖而坚定的意念从外界传来，注入他的灵魂之中，是林氏族人的声音。林渊的意识瞬间清醒了几分，他看到在外界他的战争古树本体正在遭受着毁灭性的攻击。黑魂老祖在发动灵魂夺舍的同时，他那一散的魔
气竟然将那些被杀死的王家修士尸体以及山林中无数的枯骨全部复活了，一具具散发着滔天尸气的尸魁，一架架挥舞着古刀的骷髅兵，汇聚成一股亡灵大军，疯狂地攻击着林渊的树干。而林氏族人在林正德和林战的带领下，正围绕着巨大的树干，组成了一道血肉防线，与这些亡灵大军展开了惨烈的厮杀。守护神树，誓死守护祭灵大人。林战浑身雷光爆闪，手中长枪化作一道道雷龙，将一具具强悍的尸魁轰成碎渣。但他身上的伤口也在不断增多。林正德则带领着族中长者，不断吟唱着古老的祭文，用血脉之力在树干周围形成一道道微弱但坚韧的守护光环。每一个林氏族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为林渊争取时间。这是一场发生在两个战场上的同步战争，内部是林渊与黑魂老祖的灵魂吞噬战，外部是林氏一族与亡灵大军的本体保卫战。而这两个战场通过那神秘的血脉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林氏族人每一次奋不顾身的搏杀，每一次虔诚的呐喊，都会化作一股精纯的意志力加持在林渊的灵魂之上，帮助他抵抗黑魂老祖的侵蚀。该死，这群蝼蚁竟然与你的灵魂联系如此紧密。意识空间内，黑魂老祖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变得更加暴躁。没用的，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挣扎都是徒劳。本座先吞了你，再出去把他们全部捏死。黑色魔神加大了攻势，林渊的灵魂核心被挤压得越来越小，蓝色的光芒明灭不定，仿佛随时都会熄灭。然而就在这生死一线间，林渊的灵魂深处却爆发出了一股让黑魂老祖都为之惊愕的力量。那不是灵力，不是神力，而是一种纯粹的坚韧不拔的意志。老怪物，你修炼了3000年很了不起吗？林渊的声音不再宏大，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与锋锐。你经历过绝望，经历过死亡，但你经历过信息大爆炸吗？黑魂老祖一愣，什么？你可曾见过亿万星辰不过是宇宙一粟？你可曾听过时间可以弯曲空，间可以折叠？你可曾想过你所处的世界可能只是更高维度生命眼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程序？林渊将在蓝星20多年所接受的一切现代科学知识、哲学思想、宇宙观念，在一瞬间凝聚成了最锋利的思想，刚硬他的灵魂或许在体量上不如对方，但在维度和韧性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黑魂老祖的灵魂是古代的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林渊的灵魂是现代的开放的，见识过无限可能的。装神弄鬼！黑魂老祖怒吼，但他那庞大的魔神之躯却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一丝凝滞。林渊抓住了这转瞬即逝的机会，他没有再被动防御，而是选择了反击。我的世界我做主。他那被压缩到极致的蓝色灵魂核心猛地爆发出璀璨的光芒，不再是防守的壁垒，而是化作了一柄刺破黑暗的意志之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降维打击。蓝色的意志之剑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然，主动迎向了那只遮天蔽日的黑色魔爪。他要做的不是驱逐，而是反噬意志之剑与黑色魔爪在林渊的意识空间中轰然相撞，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却比任何物理碰撞都更加凶险啊！这是什么？黑魂老祖发出了痛苦而惊骇的尖叫。他发现自己的灵魂力量在接触到那柄蓝色意志之剑的瞬间，竟然开始消融和解析。他那由数千年杀戮和怨念凝聚而成的坚不可摧的灵魂壁垒，在对方那种高维度的意志面前，就像是遇到了强酸的金属，被轻易的腐蚀洞穿。林渊的现代灵魂就像一个精密的杀毒程序，而黑魂老祖那古老而庞大的灵魂，则像一个充满了漏洞和病毒的远古软件，体量再大也抵不过算法上的代差。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区区凡人意志怎能伤到本座神魂？黑魂老祖疯狂地咆哮，试图用更庞大的灵魂力量碾碎林渊。然而林渊的意志之剑却如同复古之居，死死地定在他的灵魂本源之上，疯狂地吸收吞噬着他的记忆和力量。这是一个反向的夺舍。黑魂老祖3000年的修为，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对功法大道的理解，他关于上古秘文的记忆，所有的一切都化作了最精纯的养料，被林渊的灵魂贪婪地吸收。不，住手！本座愿与你共享此身，不，本座愿为你之仆。黑魂老祖终于感到了恐惧，他开始求饶，但林渊不为所动。他很清楚，对这种老魔头，任何一丝怜悯都是对自己的残忍。你的知识我收下了，你的力量我也收下了，至于你，林渊的声音冰冷无情，就化作我成长的基石吧。轰！蓝色的意志之光彻底爆发，黑魂老祖那庞大的黑色魔神之躯，在蓝光的照耀下，如同烈日下的冰雪迅速消融，最终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吼，彻底化为了最本源的灵魂粒子，被林渊的灵魂核心吸收殆尽。外界那股笼罩天地的滔天魔威戛然而止，所有正在疯狂攻击的尸魁和骷髅兵仿佛瞬间失去了动力源，齐刷刷地停在原地，然后哗啦一声散落成一地的碎骨和腐肉。战斗结束了，林渊的意识在吞噬了黑魂老祖之后，陷入了一种奇妙的沉寂。海量的信息在他脑海中奔腾整理融合，他看到了黑魂老祖的一生，从一个普通修士如何一步步成为杀伐滔天的魔道巨擘，如何渡劫失败，如何苟延残喘，如何策划了这3000年的阴谋。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黑魂老祖关于这个世界最核心的秘密。这个世界名为青阳界，但它其实是一个被封印的囚笼世界。在无穷岁月之前，似乎发生过一场波及诸天万界的大战。青阳界作为战败方，被大能以无上伟力设下了天道壁垒，这层壁垒隔绝了灵气之源，断绝了飞升之路界内的生灵，无论修为多高，最终都只能在寿元耗尽后化为尘土，神魂也无法进入轮回，只能消散或变成怨灵。黑魂老祖渡劫失败，并非他实力不济，而是这方天地的法则根本就不允许飞升这种事情发生，而世界树是唯一能够打破这层壁垒，连通外界混沌虚海的存在。这就是黑魂老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夺舍的根本原因。
原因。原来是这样，林渊的意识缓缓苏醒，他的目光神念穿透了云层，望向了那片看似无垠，实则被一层无形枷锁笼罩的苍穹。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作为世界树的真正使命，不仅仅是守护林氏一族，更是要打破这个囚笼，带领所有与他休戚与共的生命走向真正的自由。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与责任感在他心中升起，他心念一动，刚刚吸收的那庞大到足以撑爆任何一个筑基修士的灵魂能量与生命精气，被他引导着涌向了自己的根须。轰隆隆，大地深处传来阵阵闷雷般的巨响，他那已经遍布整座山脉的根须网络，开始以一种更加疯狂、更加霸道的方式向着地脉深处，向着整个东荒大陆的基石延伸而去。他不再满足于吸收一条微型灵脉，他要的是黑魂老祖记忆中支撑着这片东荒大地的9条巨型龙脉。他要将这片土地彻底炼化成自己的神域，他要以这方大地为基，以9龙为养分，长成一棵能够撑破这天道囚笼的通天神树。岁月悠悠，白云苍狗，弹指间50年光阴转瞬即逝。50年的时间对于凡人而言已是半生，但对于如今的林渊和整个林家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这50年，青阳界东荒之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那片贫瘠的林氏祖地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悬浮在万丈高空之上的神圣领域。这片领域的中央矗立着一棵无法用言语形容其伟岸的巨树，它的树干比山岳还要粗壮，直入云霄，看不到尽头。它的树冠更是覆盖了方圆10万里，如同一片翠绿色的天穹，笼罩着下方的大地。每一片树叶都仿佛一方小世界，其中有日月星辰流转，每一根枝条都垂下混沌之气，萦绕着大道神音。这就是吞噬了9条龙脉，将小半个东荒都炼化为自己神域的林渊。他如今的形态已经超越了战争古树，进化为了传说中的悟道神树。在他的神域之内，灵气化与仙光普照。凡人在此地住上1日，便可百病不生，延年益寿；修士在此地修行1年，可抵外界100年苦功。林家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有300多人的破落家族，如今的林氏族人过万，人人皆可修行。在林渊的庇护和恩赐下，天才辈出，强者如云。当年的少年林战，如今已是须发皆白，但气息却越发深不可测，成为了林家名副其实的守护神，修为早已超越了世人所能理解的范畴。这1日已经静坐了10年的林渊，终于有了新的动作。只见他那遮天蔽日的树冠之上光芒大盛，东南西北4个方位各自结出了一枚神异无比的果实。东方是一枚青色的果实，其中仿佛有一条青龙在盘旋咆哮，充满了无尽的生机与威严。南方是一枚赤色的果实，宛如一团永不熄灭的神火，一只朱雀的虚影在其中展翅欲飞。西方是一枚白色的果实，金戈之气冲霄，一头白虎在其中仰天长啸，杀伐之气惊天动地。北方是一枚黑色的果实，厚重如渊，一尊玄武的虚影在其中镇压四极，万法不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正是林渊耗费50年光阴，以4条主龙脉的本源之力，结合自身对大道的理解，凝聚而成的4枚至高神果。灵战、灵虎、灵雀、灵武。林渊宏大的神念在4位林家功勋最高、实力最强的长老脑海中响起。这4人正是当年第一批吃下启灵果的孩童。50年来，他们南征北战，为林家的扩张和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4道流光从神域各处飞来，化作4名气息渊深的老者，恭敬地悬停在神树之前。弟子在此，4枚神果乃尔等之造化，亦是尔等之使命。林渊的声音不带丝毫感情，却蕴含着无上威严。吞下他，尔等将为我之护道神，将镇守神域4级待飞升之日。4人闻言，眼中爆发出无比狂热的光芒，没有任何犹豫，对着神果遥遥一拜，然后张口将其吞下。轰！4股惊天动地的气息从4人身上爆发出来，他们的身形在神光中不断蜕变，最终化作了4尊身披神甲、手持神兵与神果意象完全融合的神将。青龙神将灵战，白虎神将灵虎，朱雀神将灵雀，玄武神将灵武，4位护道神将归位。整个神域的法则在这一刻变得前所未有的稳固一切，准备就绪。林渊将自己的神念无限拔高，他的目光终于触及到了那层禁锢了此界万古岁月的天道壁垒。那是一层看似透明，实则坚不可摧的法则之网，任何力量在其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就是你困住了这个世界吗？林渊发出一声低语，下一刻他那已经探入9天罡峰之上的树冠顶端猛地向上一顶，咔嚓一声，仿佛来自宇宙洪荒的清脆碎裂声响彻了整个青阳界。天空裂开了一道巨大的深不见底的黑色裂缝，出现在苍穹之顶。裂缝的另一端是深邃无垠的黑暗以及点点璀璨的星光，那是外界的混沌虚海，那是通往诸天万界的道路。天道壁垒被他一头撞破了，整个青阳界的所有生灵在这一刻都惊恐地抬起头，看着这世界末日般的景象。但对于林渊神域中的所有林氏族人来说，这非但不是末日，反而是新生。所有林氏族人听我神域！林渊那威严宏大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了神域内每一位族人的耳中。无论是襁褓中的婴儿，还是必死关的老祖，囚笼已破，天门已开，飞升之时已至。话音落下的瞬间，整片方圆10万里的悬空大陆，在林渊那扎根于虚空的庞大根系带动下，发出隆隆巨响，开始缓缓上升。他没有选择独自飞升，他要履行的是祭灵的终极守护。他以自身为方舟，以神域为舟身，承载着他所有的族人，承载着这片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举足飞升。在青阳界无数生灵震撼、恐惧、羡慕、嫉妒的复杂目光注视下，那片翠绿色的神圣大陆托举着一棵通天彻地的神树，缓缓驶入了苍穹之上的黑暗裂缝，最终消失在那片璀璨的星海之中，只在青阳界留下了一个关于神树降临举足飞升的永恒的传说。而对于林渊和林家来说，他们的征途才刚刚开始，前方是无尽的星辰大海。